欢迎 QVN 奢华美妆香水的朋友们回到我们的频道哈，在我们的 YouTube 跟 Podcast 都可以看到以及听到我们的一天讲一支香水。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Cindy林心地跟学姐。我以为你要讲香水。哦，我们的特别来宾对，但我们的特别来宾，对啊，这样以后特别来宾全部都讲香水名字好了，好不好？对啊，那两位就直接忽略。对，这个还好。OK， 好，来，重点是香水。对，那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背景是我们的台北市香间哦，现在总共有3桌摆起来了，对吧？学姐给你10秒钟介绍一下市香间多一桌多了些什么？多了很多品牌商业香，就是精品品牌跟化妆品品牌的香水 ，Dior 啊，然后 YSL 啊，或是 Maison Margiela 啊，然后还有大家比较有兴趣的精品品牌的香水。OK， 好，那今天真正的主角是卢丹氏的，铁塔之女，铁塔之女。OK， 这一支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边打开边跟大家聊。对啊，我们先把它组装起来。它在打它开之后，它都是是这样子的瓶子，然后是要先把它转开。我看到它的紫色，我就觉得直接掉，直接跑掉，盖子直接说我气功丢过来了。对，哇，紫色的，然后这个好像应该要先装进去才能把它拿起来，不然我对它你会分离不了。对。好，你要先把它转进去，它这个头才拔得起来。因为像我刚刚要直接拔不起来的，你会那个会喷头被你拔起来这样。OK， 好。那也可以不装的时候就直接装这个盖子啦，对不对？除非你要用抹式。对，大家习惯可能还是比较习惯用喷的，所以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欧洲蛮多人他是直接用抹的。对，为什么？用抹的，因为一方面比较不会扩散性太大，打扰到别人。好，二方面它可以集中火力的欣赏在一个区块。对，对，这个是因为它就没有经过在空气中雾化的过程。对，那这个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亲自走访法国，跟 Julia 女神，我们到柜上讨论过这件事情。好不好？来，那赶快来试试看这一支。哦，很漂亮哎。对，紫色很好看。好，来试一下。先到镜头前给镜头的朋友，可以看到镜头的朋友看一下。是，如果你听 Podcast， 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你可以看到画面哦。来，它的这个紫色是很多晚礼服会用的紫色的。嗨，紫罗兰、薰衣草，这味道好熟悉哦！哇，天哪，闻到浓浓的胡椒香。一开始辛香，但是花香忙出来哦。那可以让你直接联想到所有紫色系的花，鸢尾。有鸢尾，对不对？鸢尾花、胡椒跟鸢尾，玫瑰啦，玫瑰非常明显。可是这个玫瑰怎么反而会是带着紫色的味道？可能是因为那个胡椒的辛香料让你有这样的错觉。没错。有这个玫瑰开始出现了。来，学姐，很久没有跟你一起在镜头前出现了，赶快先让你多讲一些。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浓郁的玫瑰花香，但是那个胡椒香，它虽然是在后段，可它会从后面冲上来，然后你就会闻到是绽放的玫瑰花里，却很有个性的那种辛香料的氛围。是，我觉得鸢尾在里面反而做一个综合的效果。它只是要让那个玫瑰因为它放了大量的玫瑰。那它可能只是要让玫瑰原精那个刺鼻的感觉跟胡椒刺鼻的感觉平衡掉，因为鸢尾有时候会有一点燥感，是跟粉感，然后让它变得比较舒服。它这一支其实还蛮有女人味的，但是是比较有个性的女人味。对，没错，有个性的女生啊。好，但是它还是保有着花香。对，不会说太过于。怎么样？有些女生喜欢呈现，我是阳刚的，对。但是这一支玫瑰却花香带着铿锵有力的感觉，对吧？有个性，对，没错。好，来，那林心地嘞？对，这一支铁塔之女，你看听她的名字来讲啊，铁塔女生一般我们感觉就会比较
温柔柔情嘛，但是它是搭配铁塔，其实就会给你一种就是比较刚毅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种刚毅中带柔。柔中带刚的那种味道在里面，那我觉得它的香味呈现也是朝这方面去走的，是，对，就是像玫瑰给我们大部分的感觉是比较温柔的嘛，但是它用粉红胡椒，其实刚学姐讲，它前面有非常多大量的粉红胡椒的辛香感带出来，会让你觉得它这个玫瑰没有那么的一般那种很温柔啊气质型的那种玫瑰，它是带有个性感的，对。那特别它这种冷在高山上，而且带着这种铁锈味，有没有？我觉得它这种高冷特别容易产生出那种金属的味道。对，它就是强调它有金属感的感觉在里面。是，因为我们最近好像也拍一支也是跟金属有关的，我知道是爱马仕的 H24，它其中有一支，它的特殊香材就是跟金属淡香精那一支嘛。对。他还特别去申请了那个专利，对不对？我觉得这一支也有那一种，你觉得也有那感觉？也有一种那种都会风格。但这一支的金属感，它用的你会感觉那个金属感，是因为它用了很大量的玫瑰花，我觉得是那个玫瑰原精。你闻到，如果你有单独闻玫瑰原精，你会闻到那个就是类似金属的那个氛围。对，我觉得它是用大量的玫瑰花去让你有那个个性的感觉出来。是 OK，好，所以那这个这么有个性的，你会推荐给来现场的什么样的女生呢？我觉得他这样调香是因为他的调香的理念跟法国女生有关。那法国女生本来就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是她就是外表打扮得很时尚、很温柔，但是法国女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对，所以这种香水我会推荐给比较有想法的女生。就是有很多女生，你外表看起来你会觉得她很柔，对。可是事实上，你跟她讲完2句话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她还蛮男生的。OK，对，那你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这支香水很适合这样子的女生。是。好，我刚刚本来要问你，你如何看出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想法，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要跟他对话中就知道，对他自己的主见，对，OK， 好，所以你会给比较有想法的女生，那 Cindy 呢？这一支你觉得什么样的个性适合用这一款？觉得就是也是，我比较不会用性别去分香味，因为一般想其实客人来他都会觉得说我想要找什么味道的香水，他不会说我想要就是女生可以喷的香水，或是男生可以喷的香水，他可能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香水。如果你喜欢就是这种花香类的，对，那其实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觉得这一支男生也很可以的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呈现。那这一支我觉得就是一支是男生也可以使用的玫瑰香调的那个香水。OK， 那女生来讲的话，就是的确是要稍微有一点自己想法的，是，或者说也不能说没有自己想法的不能用，就是说有些女生她可能比较喜欢柔一点的，这支她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很柔和型的，她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比较强烈一点。这支的香味给我们的感觉，它是比较有气场一点点的，是，但没有到像一轮或是夜色那种那么明显大鸣大放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水感型的那一种玫瑰。对。那最近我闻过一支我蛮喜欢的玫瑰，是潘海利根的伊丽莎白玫瑰。那比起这一支，这个叫做铁塔上的铁塔之女，那这两个玫瑰的呈现手法几乎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潘海利根那一支，我觉得是一个温柔女性的代表。那这一个是个性很坚毅、很坚持的。那这个坚持是对的事情，它可以很持续。不是固执我讲的不是固执它对于对的方向跟对的事情，它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很有毅力。那也人家说它是短跑型还是长跑型，我觉得这是属于长跑型的。两支刚好是2个不同国家的感觉，一个是英式的，
一个是法式的玫瑰花香，所以感受就会不一样。对，好，那我们这一支先停留到这边，回头再来看这支后调有什么转变。我们待会见，拜拜，拜拜。好的，后调剩我跟学姐了哈。Cindy 去忙她的事情一下，来，那这一支后调，我觉得很有看头可以讲。怎么说？为什么你觉得很有看头？我一开头觉得说这一支玫瑰还真是不好相处，因为它带着距离感嘛。我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有个性的哦。很冰冷的这种玫瑰，带着金属感，金属就是冰凉、冰冷，对吧？对，一开始的玫瑰，对。那我都已经想好，我如果是短影音，我要怎么跟人家介绍了。如果你要一支不好相处的玫瑰的话，那这一支是绝对是可以，不要太靠近我。但是到了后调，我发现，它的外表刚强，可是内心是柔软的哦。而且它后面非常的舒服，很好相处哎。它有它柔软的一面。好，来，学姐，那这一支，它在我身上那个胡椒的味道退掉之后，感觉是一个从塔走下来的女生。哦，不是在高塔上。对。OK。然后那个玫瑰花虽然大爆，整个绽放开来之后，变得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花香。甚至到现在我已经走到后面了。对。它给我感觉非常纯净哎。对啊，而且它后面非常非常纯净，好像一个女人的，就是你从一个刚强女人的外表慢慢走到她那种内心小女孩的那种纯净的感觉。是。对，这一支转变好厉害哦。对，跟出乎意料，一个大反转。还好我们有闻到后调，没有太早下评断。就这一支很厉害，很强。这一支很棒，很值得推。如果你喜欢3调转折的变化，那这一支绝对你一定要来尝试看看。因为它是反过来的，人家是可能从小女孩长到大成年的女人这样子，她是从女人往内心去探索到你原本心里面那个赤子之心那个小女孩的感觉，就觉得。哇，这支香水也太厉害了吧！对，相当有水准。对，我直接给他10分，好不好？学姐，那你来评鉴一下。前中后段表现，我也会给他10分的，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前中后有不一样的氛围。然后我觉得也是蛮符合调香师说的，他调香的那个灵感。当然他想的是把巴黎的女生她。缸中带柔，柔中带刚的那个氛围调在香水里，可是我觉得她在身上表现是女孩子在不同氛围跟样貌，你成长的过程中，或是你内心跟外表的那个整个表现都非常的到位，很建议来试在身上，相当有水准，好不好？谢谢你今天的收看，那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更多喜欢香水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一天认识一支香水。谢谢收听，谢谢，下次见，拜拜，拜拜。